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现在正在分手中第10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伊恩从店里的经理那里得知 Sono 的马术跟不上时代，他为此费了好大功夫才说服了老高。除了工作上的压力外，他和在国的感情也出现了重重困难。不仅在国妈出尔反尔想要棒打鸳鸯，就连伊恩父母在得知秀婉就是在国的哥哥后，也非常不看好两人。回到本章，伊恩妈因为女儿的恋爱找上了在国妈。伊恩当时为了和秀婉在一起，断送了自己一片大好的前程。伊恩妈自然不愿意再让在国和伊恩在一起，没想到在国妈比她还痛苦。伊恩妈这才知道秀婉已经去世的事情，不过两人至少有一个想法是一致的，那就是阻止伊恩和在国的感情继续下去。在国并不知道两家长辈已经见面，他叫来道勋介绍起自己的新事业。道勋看着简陋的我们照相馆，劝在国回到原来的工作上，毕竟在国身为时尚界的顶级摄影师，待在这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在国却早已下定决心，他将照相馆命名为我们，就是希望能在英恩旁边工作，和英恩腻在一起。见在国这么坚定，道勋只好放弃继续劝说他。在国有了新工作，道勋也有了新发型，他根据黄代表的建议将头发梳了上去。不过他看智叔的反应似乎不是很好，其实智叔觉得他的造型很不错，只是没有明说出来。他将这件事告诉给黄代表，黄代表劝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来个短发。道勋却舍不得自己宝贵的头发，黄代表有点不耐烦，他告诉道勋，今晚和智叔的约会后给他一个结果，到底能否会和智叔长期走下去，这也决定了他会不会在道勋身上花费精力。和道勋猜的一样，在国的照相馆一个客人都没有。伊恩也看出问题所在，现在的手机上软件就可以 P 图，所以照相馆是个夕阳红行业。不过在国并不在意，自从和伊恩一家人拍过合照后，他明白了照相真正的意义不是照片，而是照片中的回忆和感情。另一边，智贤和素英因为英恩的吩咐来到物流仓库查看，偷懒的工人将处理线头的工作交给两人处理。智贤不愿意做这种不属于他们的工作，而素英则任劳任怨做了起来。在他的人生字典中，只有努力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他一直都看不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智贤，认为他只是个空有皮囊的绣花枕头，没有半点实力。智贤听此也生气了，他作为公司的少爷来到物流仓库打工，被外界的吃瓜群众笑话个没完。这个身份带给他的虽然有方便的地方，但也有很多痛苦的时候。两人的身份差距让他们无法理解对方的难处。美叔的女儿也不理解美叔，平日里都是美叔帮她穿衣服，如今却让她自己来。生气的她用哭声进行抗议，见美叔铁了心要让女儿自己学会，伊恩只好代劳安慰起女儿。此时的小郭正和徐代理谈话，如今的小郭迷途知返，他想要陪在老婆身边，徐代理却告诉想要离开的小郭，称自己离不开他。小郭本以为是因为两人的感情，没想到徐代理主要是害怕处理不好接任小郭的工作，这才让小郭幡然醒悟，家庭才是他最好的归宿。英恩因为女儿的事情找美叔谈话，他不想让美叔女儿对美叔的最后记忆是一个凶狠不讲理的妈妈，美叔也不想这样，可是他的身体每天都在告诉他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只能尽快教会女儿生活的基本技能。说着，他想起还要拍遗照，他可不想在葬礼上还是一副衰样。伊恩默默将这件事记在心里。时间来到晚上，智叔按照约定去和道勋约会，只是道勋挑选的约会地点在山上，为此他提前准备好了运动鞋，还亲自帮智叔系好鞋带。当然，智叔的心动只有这一秒，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他瞬间失去了约会的好心情。原来这里是有缆车的。两人爬到山顶后，道勋解释道，他是故意不坐缆车，为的就是想和智叔慢慢走过，山路是，感情也是。趁智叔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接着自言自语，虽然智叔是因为2个月的恋爱契约才和自己在一起，但是他会保持单相思的状态。说完，将写有两人名字的爱心锁挂到了山顶，并将钥匙交给智叔保管，等哪天智叔想甩了他，就可以拿着钥匙来开锁。智叔没想到一向直男的道勋竟然突然开窍了，在道勋浪漫的表白下，他似乎终于有一点心动了。另一边，英恩妈正在给英恩做思想工作，为了劝阻他继续和在国在一起，他以自己的婚姻告诫英恩，当初如果他不和英恩爸在一起，就不会有这么多年辛苦的生活。英恩则告诉妈妈，
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都会和在国在一起。别人这2个字刺痛了英恩妈的心，生气的她说话也变得不客气起来，甚至拿断绝母女关系来威胁英恩。英恩听此伤透了心，这种毫不讲道理的道德绑架无法改变她的想法。第2天一早，英恩重新投入到工作中，好不容易搞定了工厂那边，但是如何征得老高同意成为了新的难题。在国也在忙自己的工作，为了能吸引到顾客，他特意办了一个开店活动，拍到顾客对照片满意为止。英恩下班后来到这里帮忙打扫，结果右晴也跟着过来，上来就是给英恩安了个莫名其妙的罪名，称她是个自私的女人，哪有店铺这么落魄也不帮忙。英恩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警告右晴不要越界。在国此时也回来了，右晴丝毫不肯让步，提起当年秀婉出车祸，就是因为非要去见英恩，他要让英恩也体会下不得已失去爱人的痛苦。没想到在国追上，告诉他其实秀婉那天是去和英恩谈分手的。右晴这才知道真相。打发走了右晴后，在国来安慰英恩，让他忘掉刚刚右晴的过分言论。英恩其实也没放在心上，他来这里是想告诉在国美叔要拍照片的事情。不久后，英恩和智叔找来了美叔，智叔还安排了国内顶尖的化妆师来给即将拍照片的美叔化妆。之后在拍摄过程中，为了避免美叔紧张，英恩放起音乐来。就这样，美叔拍了很多照片，在国适时提出让他们3姐妹也一起拍照，3人都很开心。不管日后美叔会怎样，今天将是他们人生中难忘的一天。和英恩不同，父母正在因为他和在国恋爱的事情吵架，吵着吵着就开始互相抱怨起来。吵完后，英恩妈给美叔打去电话，得知英恩的行踪后，他来到在国的照相馆大闹一场。他无法接受私生子在国成为他的女婿，不管英恩如何劝阻，他都自顾自地说个不停。见在国不吃硬的，他转而道德绑架在国，称英恩如今好不容易东山再起，在国的出现只会再次扰乱他的生活。如果是为了英恩好，那就不要再和英恩见面。说完，匆匆离去。英恩看不下去，追上妈妈，结果却被他强硬地带着离开。英恩只好给在国打去告别电话，让在国的心情格外沉重。和在国英恩不同，道勋智叔的感情正火速升温。道勋大晚上被智叔叫来了2人约会的山顶，本以为智叔是来跟他分手的，没想到智叔是为了确认自己到底对道勋有没有心动。主动吻上去后，他心中有了答案。没等道勋反应过来，他就将钥匙扔了出去。道勋的喜欢也终于得到了回应。而英恩和在国都在等彼此的消息，但是谁也没先开口。英恩只好暂时将精力放在工作上。国内布料只有贾琏，但是老高却一直坚持用国外的布料，所以他来找黄代表商量。老高本以为黄代表会和他统一战线，没想到黄代表却觉得英恩说的很有道理。英恩得到许可后，开始和组员们忙起后续的工作。之前以来帮忙，还买了2瓶饮料，不过并不是给英恩的，而是给素英的，这让组员们瞬间八卦起来。另一边，估计见不到女儿结婚那天的英恩妈拿着离婚协议找上了英恩爸，这让英恩爸有点意外。小郭则带着美叔来到昂贵的饭店吃饭，他想在美叔最后的人生阶段弥补下自己曾经犯的错。美叔习惯性的提起下个月女儿的安排，这交代后事的口吻让小郭心里很不舒服。原来美叔住院1天就可以回家了，美叔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让小郭不要担心，他会尽全力进行化疗。时间来到晚上，英恩来到照相馆，等顾客走后，英恩来到在国面前，见在国带着标志性的笑容，英恩气不打一处来。明明发生了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在国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连电话都不给他打。在国听此收敛了笑容，他无法反驳英恩妈，因为他确实是父亲外遇时的私生子。英恩听此更加生气，他告诉在国，这并不是他的错，如果因为他，在国要被无端辱骂的话，那还不如2人就此分手。在国追上又气又委屈的英恩，英恩的反应传递给他一个信息，他很在乎他。为了回应这份感情，他告诉英恩，不管外界怎么说，他爱他的心永远不会变。英恩想起在国妈的话，如果他还是决定和在国在一起，那么他就会选择离开世界，言外之意就是要自杀。不过在国真挚的感情下，英恩无法做到不回应，他告诉在国，他也会陪他走到最后。本章完。本集似乎讲了很多，但又似乎什么都没讲。不过几条感情线都发展了很多。道勋和智叔在一起后，黄代表的态度会是怎样呢？而在国妈以自杀威胁英恩不成后，他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？
我们下章再揭晓吧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